大家好，我是花莲市最年轻的里长。今天我想要介绍给大家我们民族里的一些隐藏版的美食跟可以游玩的路线。要说最了解在地的人，绝对是每天穿梭在社区大街小巷的里长了。今天我们到了花莲，这里有日式老宅的历史韵味，还有市场的热闹气息，那些在地人吃的巷弄美食，以及只有在地居民才知道的私房打卡点。今天就让在地里长介绍给你，让美好回忆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花莲。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好，大家好，我是花莲市民族里里长张东耀，我现在是花莲市最年轻的里长。其实民族里这个地方，它属于是旧火车站哦，就在我们时来运转的这个地方。后来民国70几年的时候，就移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站。在日据时代的时候，这就是三田共构嘛，有铁路、公车，然后还有我们的港口也是在这附近。其实我们以前的铁路也是可以通到港口去的，所以就会发现民族里就会很多的饭店，很多的银行，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哦，民族里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地方，不管所有的东西都是汇集在这个地方。这边就是我们的时来运转，那其实它就是以前的旧火车站，它是算花莲的一个地标了。以前它是一个喷泉，对，那现在把它改成变成一个16吨的大理石。希望大家我们的运会非常的顺遂，非常的好，就是取名一个时来运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边坐看看、聊聊天啊，然后转个运，回去会非常的顺遂，非常的好。那一间本来之前就是我们客运总站金龙饭店，它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久了，从日据时代到现在，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铁道，走走看看铁道的一些文化。福丁路啊，它就是以前的铁道，从这边也可以到港口。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一天在干嘛？我的一天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就是会到里内看一下嘛，然后再来就去办公室找我们里干事，问他说，今天有什么公文吗？还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吗？那还有就是可能陆陆续续就会里民啊来去通报说，比如说水沟是不是要清啊，或者是人行道有破损的部分要来处理，其实都是在处理就是里民的一些事务的部分。如果有参与神明的事情的话，大家应该都会在之前的徒步的新闻看到我，所以大家都叫我孝子里长。我自己本身有在庙里面服务啦，会有徒步这一段呢，其实是第一次往南走的时候是02、06，祈福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我到了台北去问事，我一坐下来，他说来你要问什么？然后我就说我要问我妈妈，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大姐啦，你要救还是不要救？我说看他都好好的啊，都可以到处跑。结果我到了11月，他突然就腰不舒服啊，结果发现是第4、第5节腰椎脓疡，所以细菌感染全身，直接送去加护病房。那我就跟神明下愿说，希望神明可以帮忙他，协助他可以就是康复。那我就吃素1个月，然后也去把北边这边走完，走到嘉义新港奉天宫。后来妈妈也康复了，到现在都还不错。我们花莲有一间花莲代天府，它是拜南鲲生的五府千岁，在我们的东大门夜市的旁边，其实是算早期花莲有拜王爷的第一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南鲲生会分来我们花莲？就是因为早期很多台南人搬来花莲这边做生意，那盖的这间庙，其实它现在已经就是成了我们花莲市的信仰中心。其实可以来看看，来祈求一下平安。因为它现在因为04、03，所以它在修缮，它现在就是神明全部都移到我们的临时行宫。地震之后呢，整座所有的庙体经过测量下沉12公分，但是很神奇的是，照理说应该是最重的地方下沉，可是居然我们王爷所坐的地方并没有下沉的，所以我们现在铺水泥、点焊钢丝网下去之后，预计差不多在2年的时间要完成。也其实我们在民族里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每一年的农历7月15号都会有一个普渡，也超过1甲子了。然后也有比如说保楼柱啊，我们都有一尊观音嘛，然后看谁要保楼柱，然后那一年就是把他请回去他的家里面这样。也从小阿公就是带着我去庙里面啊，比如说去进香啊，然后有活动就带着我去，所以我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活动。大学毕业，我那时候读文化大学体育系嘛，本来其实想说要去考教程，然后要去当老师，也是想要在外面闯闯。可是妈妈后来生病了，家里面需要我。当兵完之后，就毅然决然的下去选里长。我那时候是26岁，现在是第3届。我在这10年来，我发生了2次的大地震，02、06跟04、03。02、06倒了统帅，04、03倒了天王星。上天真的很庇佑我们了啦，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当里长的职责就是，不管你在天灾还是说里民需要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站在第一线。像地震的时候，大量的需要泡面。
棉被，因为那时候很冷。04、03也一样，倒了天王星，天王星是集合住宅，它的民众迫切的更需要任何的东西，我们第一时间帮他们开立了我们所谓的一些受灾证明。群组里面也有跟大家讲说，如果需要任何的东西，跟里长说，里长来帮忙处理。其实很重要的，现在天灾地变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里民也要有一些防灾意识，确保就是下一次如果万一真的有的话，怎么样来自救，整个复原的状态啊。花莲其实现在你这样子去走，算蛮安全的。其实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来去支持我们花莲，去深度的旅游也好，然后看看风景也好。来到花莲就是放慢脚步，看看山，看看海，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其实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在这边窜来窜去啊，土生土长的花莲人啊，也在民族里长大。不管是人文地理或者是美食的部分，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今天要去带大家，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些私房景点，走走看看。其实九福馅饼粥啊，它就是山东口味的那种。我最喜欢吃就是他们的抓饼啊，其实他们都是你有叫，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开始弄这样了，蛮好吃的，蛮 Q 弹的哦。还有一些牛肉馅饼、猪肉馅饼啊，其实它也开得非常久了，也是从我小时候他爸爸那一代，现在已经2代接手了，风味还是一样没有变，就传承爸爸的手艺这样。古福牛肉面也是我从小就是吃到大的，它有那种三宝，有筋啊，有肉啊。其实它在花莲地区也是算蛮有名的牛肉面店，它的肉不会柴柴的，面蛮 Q 弹的，汤也是非常的顺口的，很推荐大家来吃。我觉得它的排骨啊，还有它的面条啊，还有它的大骨熬的汤头，就是吃起来蛮顺口的。其实它也搭配了面啊、龟啊条啊、米粉啊一些小菜，其实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老板娘也是从我小时候看我长大的，因为也是有地震有去影响到，然后所以就是整个再去装潢过，环境算蛮舒适。陈记状元粥其实一些粥品类的部分，其实它还有什么牛肉粥、皮蛋瘦肉粥啊、状元吉利粥啊、海鲜类的啊，其实就是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做选择。然后它最特别的港式料理，像有时候可能游客找不到啊，经过里办公室遇到我，说：“请问陈记状元粥在哪边？”那其实还蛮多游客也是会来这边吃。那我也是从小吃到大，因为就在斜对面嘛。这几间店啊，其实都非常好吃，各有各的特色。大家来到花莲啊，会发现到花莲其实改变了很多。大家以前可能去海边玩，就是单纯就去海边玩，就不会看到那么多的游具啊，或者是一些体健设施啊等等之类的东西。那现在花莲其实对于就是小朋友玩很注重，有很多地方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同去做游玩。其实我们民族里啊，走没有几步，其实就到海边。南滨公园啊，它有做了一些多样的游乐器材在那个海边。一方面小朋友去玩，然后也可以看海景。第二个就是芝卡轩公园，它也结合了就是水上，像现在暑假一些水上的游乐设施，差不多在2层半左右的溜滑梯。这2个公园其实都是可以让旅客来到花莲的时候来去玩的。万一下也可以去猫头鹰公园，因为它半室内的，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猫头鹰的造型嘛。我觉得我们花莲人就是打不死的蟑螂，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们花莲很多台风啊、地震啊，其实我们都是即使来了，我们还是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不管从我妈妈做还是到我做，其实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能帮忙尽量帮忙，自己花钱都没有关系，让我们的民族里可以更好，然后让我们里民有烦恼的时候，第一个，里长人可以赶快帮他处理这些事情。里民第一时间会想到谁很重要，他会想到说啊，找里长，他们都把我们放在心上，就是找里长，就代表说，你深入了他的心。就是我们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在快速的步伐之下，可以来到花莲，把你的不管是心情啊，或是你的脚步放慢，来看看花莲的美好。旅游完之后呢，就可以回去接受任何一个挑战。希望大家多多来花莲旅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烟波的 YouTube 频道。烟波吃定花莲，吃喝玩乐100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因为我本身自己很喜欢喝味噌汤啊，所以刚一进来看到说哇，那个味噌汤哦，好多海鲜哦，我在很多饭店从来没有看过，就是把海鲜啊来去这样子搭配，然后做味噌汤，舀了2碗来喝，也觉得非常好喝。还有就是吃到了一些蔬食，是跟韩国米其林合作的，他也觉得不错，觉得这是烟波饭店对我们这些住客的用心啊。欢迎来到花莲的旅客来到烟波大饭店，早午餐是非常的好吃。